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小麦可能是一切问题的根源，只需3周停止食用小麦，您的身体将会发生奇迹性的变化。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本间良子医生所著的《如果想要长寿，就不要吃小麦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身体不适的主要原因通常是小麦；第二，为什么小麦对我们的身体有害；第三，停止食用小麦的实践方法。首先，让我从第一部分身体不适的主要原因通常是小麦来开始解释。本书的结论非常简单，身体不适的主要原因大多是小麦，所以如果想要长寿，就要避免食用小麦。停止食用小麦可以改变您的人生，而且脱离小麦的生活会更加健康。作者指出，只需停止食用小麦3周，您的身体就会发生奇迹性的变化。无论是糖尿病、高血压、慢性疲劳、睡眠障碍、更年期障碍、过敏、抑郁症、ADHD 还是其他原因不明的身体不适，解决方法都十分简单，那就是停止食用小麦。我们的身体是由我们所吃的东西构成的，没有人会反驳食物对我们的健康有着重大的影响这一事实。如果我们吃健康的食物，就能保持健康，而吃有害的食物的话，就会导致我们的身体不适，甚至生病。因此，我们每天吃的美味食物中，也可能潜藏着对身体有害的食物。而这本书的主题正是其中之一——小麦。您是否经常感到疲倦、身体乏力、头痛、肩膀酸痛、关节疼痛、过敏、皮肤问题、无法集中、易怒等身体不适呢？事实上，通过仅仅戒除小麦3周，许多人的这些症状就有所改善。您是否曾向医生诉说上述这些身体不适，但却被告知一切正常？可能是压力或年龄的原因呢？然而，真正的原因却不是这些，而是小麦。作者想告诉大家的是，主要以面包和面食为主的饮食习惯对健康产生了重大影响。现如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健康方法，但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开始新的方法，而是停止旧的不良习惯。比如说，停止食用小麦。作者强烈建议我们尝试停止食用小麦，因为这种简单的方法对于改善许多原因不明的不适症状非常有效。但对于许多人来说，突然放弃小麦可能有些难以接受，毕竟小麦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比如面包、披萨和意大利面等，我们已经离不开它们了。对于那些喜欢吃小麦食品的人来说，要放弃它们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，甚至会很生气。因此，本书作者从科学方面解释了为什么小麦对我们的身体有害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为什么小麦对我们的身体有害？刚才我已经强调了小麦对我们的身体有害这一结论，但如果不充分了解为什么小麦对我们的身体有害，那我们可能就不会有实践停止食用小麦的动力，也可能无法放弃我们喜爱的面包和意大利面。因此，在这里我想要彻底解释一下为什么小麦对我们的身体有害。首先，让我从大家都十分熟悉的原因来开始解释吧。大家都听过无麸质食品这个词吧？小麦中含有一种叫做麸质的蛋白质，这对我们的身体非常不好。因此，现在市面上充斥着各种无麸质食品。摄入麸质会导致身体各处出现炎症。其实，所有身体不适都是由于不同部位发生炎症引起的。如果肠道发炎，就会导致便秘或腹泻；如果大脑和神经发炎，则会导致认知障碍。而引起体内炎症的食物就是小麦，所以我们应该停止食用小麦。有许多人觉得自己没有小麦过敏，所以还是每天继续食用着各种小麦食品。所谓的小麦过敏，是指摄入小麦后，在身体各处引起过敏性反应的症状。确实符合这种情况的人可能并不太多，但作者认为，有很多人患有麸质不耐症。麸质不耐症的症状是由于小麦的消化和吸收不良，从而引起的体内炎症。这也与一定的先天遗传因素有关，但更多的情况是，由于摄入过多的小麦，导致人体对麸质产生过敏反应。换句话说，
我们在不知不觉地摄入了超出身体承受范围的大量小麦。据说作者开设了一个戒除小麦的专科门诊，然而到戒除小麦专科门诊就医的人很少，除了少数已经考虑过自己对麸质过敏的患者之外，大多数患者都是长期以来一直患有不明原因的不适症状，逐渐感到难以忍受。许多患者一般会抱怨经常肚子痛，以及便秘、腹泻、呕吐感等消化系统症状。此外，麸质还会容易引起头痛、湿疹、失眠、持续性疲劳等全身性症状。随着病情的发展，可能会出现焦虑、抑郁等心理症状。最近，像注意力缺陷多动症 （ADHD） 或儿童学习障碍等症状也越来越常见。但在作者的诊所，很多长期受病症困扰的患者甚至不需要接受特殊的医学治疗，症状就明显改善了。那么他是究竟怎么做到的呢？其实很简单，那就是从饮食中除去小麦。我想再次强调一下，我们每天摄入的小麦可能正是导致不明原因的身体不适的最大原因。作者认为，小麦的危害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，而且现如今，普遍食用小麦的欧美人的认识正在发生变化，他们开始意识到小麦对身体的不利影响。听到这里，您可能会反驳说，欧美人大多都是拿面包当饭的，但实际上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欧美国家也有许多无麸质食品可以轻松购买到。比如，在面包店，您可以选择无麸质和有麸质两种；甚至在披萨店，你也可以像选择面团厚度一样来选择无麸质的面团。近年来，越来越多的运动员和名人，包括世界顶尖网球选手诺瓦克·德约科维奇，通过改善饮食，尤其是采用无麸质饮食，取得了显著的成果，并且积极地宣传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。此外，已经发表了很多关于研究欧美人麸质过敏症问题的论文。在美国，对于麸质相关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检测变得越来越简便，人们可以通过简单的检测了解自己对小麦的反应。这一变化使得之前不清楚自己症状原因的人们开始认识到，他们的不适可能与小麦的摄入有关。因此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停止食用小麦。过去患有慢性疲劳、免疫系统疾病或抑郁症的人都被归为同一类别。但随着麸质检测技术的发展，现在出现了麸质过敏症的诊断。有的人喜欢食用面包、披萨和意大利面，有些人甚至每天都会食用。我希望这些人能够清楚认识到，小麦可能会导致您身体的不适。综上所述，身体出现的各种不适几乎都是由体内炎症引起的，因此控制炎症对于人体的健康至关重要。而小麦恰恰是导致体内炎症的主要原因之一，因为每天食用小麦就像是往火里倒油一样，导致身体变得不堪重负。小麦引发体内各个部位的炎症，从而导致肾上腺大量分泌一种名为皮质醇的激素，以平息这些炎症。特别是小肠炎症尤为可怕。当小肠发生炎症时，首先受影响的是从食物中吸收营养素，尤其是蛋白质的能力。这使得身体更容易出现发胖、皮肤粗糙、情绪不稳定等各种症状。与其我们尝试各种健康方法，最首要的是先清除肠道的炎症。大家听说过肠漏症吗？简单来说，肠漏症指的是肠道黏膜细胞受损引发炎症，导致细胞之间产生间隙，从而使得肠壁出现微小的孔洞状态。即使是微小的间隙也是问题所在。当肠壁出现间隙时，肠道内的细菌、毒素和未消化的食物等就会不断地渗漏出来。正常情况下，肠道细胞之间的间隙是紧闭的，但由于人体需要从食物中吸收必要的营养素，所以肠壁的细胞之间是可以打开的，以便充分吸收营养。细胞之间的开放性使得充分吸收营养成为可能。然而，食用小麦会导致肠道细胞之间的间隙扩大，这会导致什么情况呢？就好像一扇门没有上锁，一直敞开一样，恶意的窃贼可以不断地从中进出。也就是说，毒素和未消化的食物都会进入体内。炎症发生后，
肠内环境就会被打乱，导致这些炎症的毒素也会不断被吸收进体内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。这就是可怕的肠漏症。肠漏症会导致体内的免疫系统过度活跃。如果持续食用面包、意大利面等食物，肠壁细胞会一直保持开放的状态。随着异物不断进入体内并引发炎症，免疫系统就会产生抗体，开始攻击这些异物。当然，这种反应对于身体来说非常重要。然而，当免疫系统过度攻击这些毒素和异物时，会导致周围的肠壁细胞受损，结果就是炎症不断增加，从而引发过敏反应等问题，让身体产生疲劳。小麦也会使肠道内一种名为念珠菌的霉菌增殖，我们的免疫系统也必须对其进行不断的攻击，结果是它会伤害肠道黏膜，导致炎症恶化。最糟糕的情况是，肠漏症会导致毒素在全身扩散。它的可怕之处在于，其影响的不仅局限于肠道，还会影响到身体的其他部位。这是因为食用小麦会使体内的各种细胞间的连接部位更容易打开。人体的脑部有一种被称为血脑屏障的保护屏障，用于防止不必要的物质进入脑血管。然而，食用小麦会使这个屏障变得更容易开放，从而导致脑漏的状态。长期食用小麦会导致肠漏或者脑漏状态的加剧，这种问题也会扩散到全身的各个部位，导致身体各个部分出现泄漏。总之，小麦对我们身体有害的原因以及它为什么有害，我想已经解释得足够清楚了。希望大家能尝试一下停止食用小麦，以改善当前的健康状况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停止食用小麦的实践方法。相信在听完以上的解释后，很多人可能会产生戒掉小麦并观察身体变化的想法。作者建议我们尝试停止食用小麦3周。为什么是3周呢？因为简单的说，1周往往不会看到效果。如果效果不明显，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没必要继续停止食用小麦。由于在停止食用小麦之前和之后无法感受到明显变化，所以很容易回归原来的饮食习惯。最终，如果只是停止食用1周，然后1周后又重新摄入小麦，没有感受到不适症状的改善，那么就很难坚持继续停止食用小麦。当然，仅仅持续1周，相比于不做任何事情来说，对身体也是有益处的。这形成了一种习惯，之后也更容易持续下去。所以，虽然是以3周为目标，但最初不要过于强迫自己，可以把第1周当作磨合期来尝试。大部分坚持了3周不吃小麦的患者，在之后再次摄入小麦后，常常会感到疲倦头痛，吃完后感到极度昏昏欲睡，身体沉重，没有动力。通过这样的体验，他们才会意识到小麦并不适合自己。实际上，我们只会坚持那些亲身体验到有效果的事情。所以，要想轻松地坚持下去，大家就先试试停止3周食用小麦吧。然而，要想把小麦从饮食中彻底去除，确实不太容易。或许有人会担心放弃不了一直以来喜欢的面包和意大利面。在这里，让我来介绍一下停止食用小麦的4个技巧。1、专注于去除主食中的小麦。2、不必放弃喜欢的食物，而是寻找替代品。3、只在平日停止食用小麦，周末让身心放松。4、记录症状的变化，以提高动力。只要掌握了这4个技巧，就能轻松坚持停止食用小麦的生活。接下来，让我逐一解释这些方法。首先是第1个技巧，专注于去除主食中的小麦。让我们放下完美主义的包袱，从尝试不食用主食中的小麦开始，例如完全不吃面包和意大利面。如果可能的话，也不要吃咖喱、饺子和甜点等。酱油等调味料中含有的小麦很少，即使摄入也没关系，所以不必要过于担心。只是改变主食就会带来很大的变化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早餐中食用面包。他们之所以选择面包，原因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准备面包只需要一点牛油或果酱，几乎不需要烹饪，尤其是在忙碌的早晨。
这种节省时间的选择也是合情合理的。然而，仅仅通过将早餐的面包改成米饭，身体状况就会明显得到改善。对于正在治疗糖尿病的人来说，只需停止食用面包等面食，血糖水平就会得到改善。接下来是第二个技巧，不必放弃喜欢的食物，而是寻找替代品。对于无法成功戒掉小麦的人来说，可能是因为试图一下子戒掉所有的小麦食品。当然，我们希望能够将小麦从主食中剔除。但是如果突然放弃原本喜欢的面包和意大利面等食物，可能会导致食欲的反弹。这时候，利用替代食材是一种减轻心理压力的方法。不必完全放弃面包和意大利面，而是可以尝试使用其他原料制作类似的食物，这样既能继续享受美食，又不必担心小麦的摄入。如今有许多小麦替代品可供选择，比如使用米粉或大豆粉制作的无麸质面包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此外，无麸质面食也已经相当普及，现在的一些大型超市甚至专门设置了无麸质食品专区。许多人都钟爱面食，但通过将乌冬面或拉面等食品替换为荞麦面等其他替代品，就可以大大减少小麦的摄入量。接下来是第三个技巧，只在平日停止食用小麦，周末让身心放松。尽量减少小麦的摄入量是非常明智的选择，即使是稍微减少小麦的数量或次数，对我们的身体也会有积极的影响。因此，建议那些经常食用面包、面食和甜点的人，从自己能够做到的地方开始尝试，比如减少面包的摄入量。特别是对于那些每天都把面包当作主食的人来说，相较于停止食用面食和甜点，只停止食用面包会更容易产生效果。虽然可能需要一段时间，但只要坚持下去，你应该能够感受到身体状况的改变。彻底停止小麦摄入对身体有益，减少摄入量也会带来好处，这是不言而喻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选择每周只有5天摄入小麦，而不是完全去除，可能更容易使人坚持下去。因为即使您每天的3餐中有1餐不吃小麦，但每天仍然在摄入小麦，所以很难感受到明显的变化。因此，如果可能的话，平日完全不吃小麦，而周末适度摄入，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。接下来是第4个技巧，记录症状的变化，以提高动力。在实践停止食用小麦的过程中，记录自己症状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。当您开始感觉头痛减轻或便秘有所改善时，记录下这些身体变化会有助于您坚持下去。因为当症状略有所好转时，人们往往会很快忘记这个事实。不适的症状不是在某一天突然就好转的，而是随着去除小麦饮食的持续而逐渐改善的。如果不记录下开始时和现在的对比情况，我们很难清楚地了解改善有多大。有些人在努力停止食用小麦3周后，再次食用小麦后会出现头痛的症状，从而担心自己的身体已经再也无法耐受小麦。有些人甚至会试图找出重新食用小麦的理由。因此，在停止食用小麦的饮食生活中，记录自己能感受到的变化是很重要的，这有助于正确的坚持下去。记录的项目因人而异，比如饭后的疲倦、身体不适、胀气、肩颈痛、头痛、皮肤过敏等，各种症状都可能出现。今天我们从讨论身体不适的各种原因开始，解释了小麦对我们身体的不良影响。最后，我详细解释了停止食用小麦的实践方法。我鼓励大家尝试一下3周的无小麦生活，希望大家能够一同努力。如果健康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，那将是非常美好的事情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